好，开始今天的节目，有请1号男嘉宾。Can you feel it? Can you feel it? Some rock says, can you feel it? Some rock says, can you feel it? Some rock says, can you feel it? Feel it, feel it. 大家好，孟老师好，两位老师好。我叫刘宝成，来自河北承德，今年39岁。来选你的心动女生。爱之请回答。你的第一个问题。我希望我女朋友每周给我放1天的假。这不是跟找工作似的？你感觉那6天是在上班，你得让我歇1天。是这样，因为我身边有些朋友啊，就是他处了女朋友之后，这个人就会突然消失了，然后在我们这个朋友圈之后就见不到人了。他只有和他的女朋友分手了之后，才会再重新出现在我们这个朋友圈子里。他分手都是你们造成的吧？不是，这个不是。所以我是想和女朋友在一起之后，女朋友可以给我1天的放松的时间，可以让我能够有自由的活动时间。你用了2个词：放松、自由。相比之下，就是那6天不放松，无自由。也不是这个意思，就说2个人在一起，还是需要有一个独立的这个空间，独处的空间。对对对，这个就好点比如说我平时比较喜欢养花，更大的可能会去花卉市场逛一下啊，去呼吸一下新鲜的空气之类的。哎，真不容易。空气都不新鲜了。不是，我是觉得不用这样，李美霞。男嘉宾你好，我想问一下，你这1天假，你跟那个女朋友报备吗？如果你出去约会不说的话，我也不知道呀。这个我会和我女朋友说我去干什么，去哪里的。只是不要女朋友在身边就好。也不是说一定不在身边，女朋友可以自由的选择她要不要陪我一起去。邱静怡。男嘉宾你好，我想问一下，那你是比较喜欢就是粘人的那种女朋友，还是喜欢那种和你约会啊，然后会把这个事情安排好，比如说我们周几去干嘛这样的女朋友呢？我觉得还是这种比较独立、思维条理比较清晰的女孩比较吸引我吧。那粘人的女朋友不代表思维就不清晰吧？她只是想粘人而已啊。对呀。倒不是说粘人的女孩思维不清晰，但是我就是不太能接受这种特别粘人的。这个我们没有专门做过数据的统计，但是在我印象当中是非常非常清晰的有一个划分。但凡在这儿说我特别希望我未来的女朋友能天天黏着我，说这个话的岁数一定不会超过25岁。一般是21、22的宝宝说，我希望找一个女朋友，我们2个人天天恨不得长在她身上，双肩包、斜挎包。35岁往上的男生，基本上大概率，我希望找一个比较独立成熟的人，因为前面的10几年够的了已经。孙楠。因为我也30多岁了嘛，但是我其实也有粘人的一面，然后也有独立的一面。我觉得这个还是分什么事儿。对，我是觉得2个人在一起的时候，适当的有这种粘人的表现，这是2个人这种亲密的体现。但是说如果是这个不分时间、不分场合，一直这种粘人的话，我就不太能接受。好，我觉得男嘉宾在这个问题里面提出了一个他的比例，就是6比1，6天可以在一块儿，给1天大家彼此都缓一缓。所以这就表达了一个39岁是吧？对，在这个岁数的男人有这样的一种想法也是正常的，对吧？好，来第2个问题。我不希望这个女孩和我说话加上那个嘤那几个字。
这个其实和刚才那个说一个意思好像哈，就是不太喜欢粘人那个对有点类似，就是说，如果是不分场合，就是大庭广众之下，有很多朋友在旁边一直都是这样，我觉得这个就我有点嘤嘤怪，来不了。嘤。13号，我想问一下男嘉宾，你是不是之前被什么女孩子加这种嘤嘤就有阴影了，才会提出这种诉求？我自己本人没有处过这种类型的女朋友，但是我身边的朋友他们有过这种女朋友，就是我们好多朋友在一起聚会啊，他们说话也是就完全不顾及其他人，然后两个人说话就是那种特别嗲，所以这种我实在是来不了，实在来不了，来不了。这也很耿直，来得了就来得了，来不了得承认。15号，你好，男嘉宾，我想问您一下，就是如果你的女朋友就是跟你私下的时候也不会发出这种嘤嘤，你会不会跟女朋友说，哎呀，你怎么都不跟我撒一下娇啊？就是您会有这种抱怨吗？这个不会。哎，杨颖娜是连那个换水那个大瓶子她都自己来的。而且单手来，托塔李天王那样来，儿上去。你喜欢这样的还是嘤嘤嘤？我肯定喜欢这种的。对，因为这种女孩，我觉得她很独立。我同意她的。这个话的意思是什么？不是说找一个这样的女朋友，你不用烦我啊，你不用管，什么都你自己来。不是的，如果找一个像这样的女生，她能独立的方面非常多，但是我是她男朋友的时候，当她需要我的时候，那种需要不是一般人能解决的，而我能解决。那种存在感，不是那种帮我开个水瓶盖子，鞋带帮我系一下。对，那种存在感也不是谁都能承担的，是这意思吧？对。一个图片，这叫什么呀？妈呀，能把它打？这个我也受不了，汗毛都竖起来了。有没有哪位女嘉宾能给我们演绎一下？就非常演一下，期待了。演一下。谁会演这个？打明玉吗？来，3号你演一遍。哼，都怪你也不哄哄人家，人家超想哭，捶你胸口大坏蛋，捶你胸口大坏蛋。不行，要抱抱。男嘉宾，这个稍微有点过，就是嘤嘤怪不会说嘤嘤嘤，但是会说，都怪你也不抱抱我，都怪你也不抱抱我。哎，那个刚才吴婷举手，吴婷你要不要试试？我就用我的方式念一下这段啊。哼，都怪你，也不哄哄人家，人家超想哭，捶你胸，大坏蛋，要抱抱啊！哼，要抱抱。我觉得吧，从听声音，这是一个女人。我这那边是动画片儿，怎么会有荷尔蒙？看第一条片。每天听着第一声鸡鸣，我就开始起床工作。过去的时尚模特，现在的养鸡大叔。我叫刘宝成，高中毕业，大学落榜。不服输的我决定去北京闯荡。从前就爱看 CCTV 模特大赛，对模特职业非常憧憬，投了3家模特招聘，交了3次报名费，但是都没有消息。终于在第4次获得了面试的机会，但对方对我说身材不行，让我先回去锻炼一下。这一等就是6年。6年后，一次偶然的机会，一个摄影师朋友让我去救场，从简单的拍摄开始做起。专业的模特基本上1秒1张，我当时刚开始拍的效果也不是很好。后来也是经常看一些个模特拍照的视频啊，慢慢锻炼的，终于走上了中国国际时装周的舞台。辗转多年，随着年龄的增长，越发的向往家乡的生活。于是我回到了家乡，从光鲜亮丽的 T 台走到了山间崎岖的小路，
从小吧，其实就有这种田园情怀。我喜欢这种安静的生活，每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生活平凡却很充实。做模特的时候，因为为了保持身材，还要控制食量。我现在回老家之后，每天吃的东西特别多。回到老家做农场，我不认为这是一种倒退。我现在最大的理想就是在家乡做一个生态农场，让这里成为远离城市的世外桃源。我们台上也来过一些帅哥，人家这是专业的。来，我们现场，我给你找个女生跟你来给我们展示一下。那个就是那个哦，你还在挑人呢？我刚想说，我帮你，哎，我都已经看好了。那你说，来，那第3位那是15号，15号是吧？杨以娜，一个人搬水，单手那个托塔李天王那个。来，杨以娜，来，杨以娜，这哥们儿都拦不住就去了。我天哪！ Give it to me, I'm worth it. Baby, I'm worth it. I'm worth it. Give me, I'm worth it. Okay, I tell her bring it back like she left some. Bring it back like she left. 这2个人在街上一般没人敢惹。他的这个眼睛直勾勾的看着他，我刚想说，我帮你讲，那个，我说那看着啊，我已经就去了，我还没说一句，他直接就往那儿扑。他主要就是换水那个动作打动了他，是吗？对，因为刚才这位女嘉宾说她这种性格就是特别吸引我。你都爱死了是吧？孙楠。你好，男嘉宾，这里。你好。哎，我刚才看那个短片，你现在是开了一个养鸡场。啊，对。我特别佩服男嘉宾的勇气，就是可以去追求他向往的生活。其实我觉得很多人都有自己梦想中的田园生活，然后可以远离城市的喧嚣。我的这个想法也有，但是想的是我老了之后，退休之后，然后可以有一个大院子。然后有一片小田地，然后养一些小动物，种一些瓜果啊、蔬菜啊之类的。梦想很美好，其实现实很骨感。你知道每天4、5点钟天刚蒙蒙亮，你被几千只鸡同时叫醒的感觉吗？就是在山上，你感受的不是那种凉风习习，到夏天的时候是那种各种虫子到处乱爬，然后冬天的时候那种寒风凛冽。那种感觉，那现在生活是不是很艰苦啊？其实还好吧，因为我一直有这种就是一个田园情节，而且我在北京生活了这么多年，身边很多朋友啊，就是特别希望能吃到这种原生态的东西啊，我就是想做一个这种的东西，做得更好。但是生活还是在山上的那种感觉。对，我现在生活主要是在山上。他的意思就是你下不下山吧？对，以后。以后肯定会的。哦。如果将来这个农场步入正轨之后，我还会回到这个北京去工作，然后争取把我这些产品在北京推广开。然后这个时间段大概是规划是多长时间？2年到3年之间吧。看下一个。如果再面对一个女孩，这些话你会说出口吗？我会的。过往的感情里，我是一个嘴硬又固执的人，很多话明明到了嘴边，却怎么也说不出口。第一段恋爱，她是一个小我很多的90后女孩，生活里她做不了的决定都要让我去帮忙做。最开始我也很享受这种依赖，但日子久了，我又很想让她成熟独立起来。终于有一次陪她买衣服，我在旁边等了很久，就不耐烦地说了2句，结果当时我们就在商场里吵了起来，最后不欢而散。离开后，2个人都没有主动联系对方。我内心知道是我自己做的不对，但就是不知道怎么去主动道歉。用我们这个家乡话就是有点拧，死要面子活受罪那种。后来我们又偶然遇见，
我表面很平静地和她打了招呼，但内心其实非常激动。没想到她却给我介绍了她的男朋友，我才明白我们终究是错过了。后来因为工作遇到了一个女生，我们年龄相仿，思维方式也接近，在一起5年，安安静静彼此陪伴。她喜欢花草，我就把她工作室的院子种满了绿植，每次她都会很自豪地向身边朋友炫耀。但我们之间始终有层芥蒂，太过于平静了，没有一丝波澜，而且我也没有对她做出任何的承诺。终于有一天，她哭着对我提出了分手。和你在一起看不到未来。她说这句话的时候一片空白，很平静地对她说，我说可以，那你去吧。还是挺后悔的，如果是当时我争取一下，也许结局就不一样了。现在的我渐渐改变，更看重的是感情，而不是面子。大家应该是互相尊重对方的选择，有一种他的这种城市的生活，我可以尊重他的选择，一起享受山野的平静，感受城市的喧嚣。19号。就是我想问一下男嘉宾啊 ，VCR 里我看到就说在商场吵架之后，然后2个人就没有联系了。就吵架之后，你不会想着去主动联系对方，说为什么会这样子？我不是一个很善于表达的人，两人吵架之后，我会反省我自己，但是我即便想明白是我自己的原因，那我也不太会去主动去迈出这一步。但是现在经过这2次之后，再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觉得有些话该说还是得说的啊。对，我觉得2个人在情感当中啊，不是一定要分一个对错的，最重要的还是就是愿意去低头的那一个人，不然2个人都要着这个面子的话，是就不可能继续走下去的。对对对。再见。可惜不是你陪我到最后，曾一起走，却走失那路口。感谢好，祝他幸福。有请下一位男嘉宾。 Can you feel it? Some rock says, can you feel it? Some rock says, can you feel it? Some rock says, can you feel it? Feel it, feel it. 黄澜老师、陈平老师、孟非老师，在场的24位女嘉宾和在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叫祝鸿基。 今年25岁，来自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来选你的心动女神。爱之请回答。你的第一个问题，我希望和我心爱的女孩子一起去西藏的灵芝，一起去看桃花。 花开有时，不负期待。非诚勿扰，马上回来。非诚勿扰，现在继续。爱之请回答。你的第一个问题，我希望和我心爱的女孩子一起去西藏的灵芝，一起去看桃花。哦，灵芝桃花，你去过没有？ 我没有，因为我没有，所以说我才比较期待，也是一个小小的梦想。3号，你好，男嘉宾，我跟你老乡，我伊春的，咱不太远啊。你好，你好。就是之前我去过西藏，我去过西藏的大本营看过星星，然后我也去过灵芝看过桃花。就是当时那个感觉就是远处冰川雪山，近处桃花满眼。 哇哦，好美啊！还有那些斑斓的藏式的那样的房屋，所以我经常就是很感恩这世界上有音乐、美食和万水千山。我觉得在我们一些灰暗的日子里面，有了这些，让我们多了光、快乐、幸福和平和。远处的那个山峰叫南迦巴瓦峰。
南迦巴瓦峰是国家地理杂志评出中国最美的10大山峰，排名 No.1。哦，所以林芝是个很浪漫的地方。你在色季拉山口或者在很多地方，你都能远眺南迦巴瓦。但是你要看天气，有人去3、4天都看不到。我去的那一天，整个日照金山，整个笼罩的阳光下，南迦巴瓦确实非常震撼。而且呢，这个林芝是大家如果对高原反应有顾虑的话，林芝是西藏能够去的海拔最低的地方。他住的那个镇的海拔是2900米，几乎没有什么高原反应。而且桃花也象征着爱情，和自己喜欢心爱的人一起去看桃花，也是一个爱情的象征。邱静怡。我觉得南嘉宾是个挺浪漫的人，然后我是一直有一个就是梦想，就是能够去新疆的伊犁，就4月份的时候去看杏花，特别的美。对，然后你去过没有？我没有，所以很想去。我要给自然景观打分，第1名，中国新疆。它有雪山，有冰川，有沙漠，有草原，有盆地，啊，有各种地貌。你就是走马观花，也得准备半个月以上。第2个问题，我不希望我喜欢的女孩子为了我而改变她自己。就是我觉得2个人在一起，一开始一定会有一个磨合期，但是我觉得所谓的磨合，不是说把对方变得多么像你自己，而是说要让你自己我去接受他，而不是去强迫他改变他自己。吴婷，就是男嘉宾你好，你好，我认识他。他是一个特别好的青年，然后你有点紧张，我就实在看不下去了。你放松，刚开始就也不笑，然后就站得倍儿挺，就是你放松没关系，我们都很亲和。那可不一定。就是我也想跟我所有台上的姐妹们说一下，这是个特别好的小伙，然后大家可以冲。谢谢。好，看第1条片子。你见过凌晨6点的齐齐哈尔吗？老板，来，欢迎光临，里面请。我是这家养生馆的老板，我叫祝鸿基。快，来客人了。老板准备好了。先生，这边请。这就是我的日常，开门做生意，24小时，随时都得提起精神。半年前我开始创业，初期跑项目时，卡里10几万本金，舍不得花，住25元1晚的地下室，谢谢。一天吃1顿，1顿10块钱，吃到饱那种。但这钱花的还是心疼。朋友说你才25岁，那么着急创业干嘛？我说这事儿咱就不多解释了，哥们儿，我有我的人生目标。我有个原则，只和优秀的人做朋友，毕竟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要避免无用社交。不去了，我忙着呢。谁要是天天跟我说哪里新开了 KTV， 哪里的酒不错，那我肯定是不愿意和这样的人交朋友的。业余时间我不应酬，对应酬很反感，偶尔和朋友们打打扑克。你这牌怎么打的呀？会不会打呀？一点默契都没有。我的脾气以前就和这人一样，没好到哪儿去。曾经打个篮球我都能和别人较真，一较真就急眼，所以后来篮球不打了。现在不喜欢争执，真有什么事儿我就去洗手间冲把脸，冷静冷静。社会的历练让我学会了情绪管理。如果说我连我自己的情绪都管理不好，我还当什么老板？我还管理个啥？朋友都觉得我25岁的年龄，35岁的心理，可能我干活时话不多吧，务实，东北纯爷们儿，干就完事儿了。里边有一句话，我觉得值得讨论一下，叫我只和优秀的人交往。这个原则是你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是这样的，你说有更多的业余时间、空闲时间，为什么不选择和自己家里人在一起待一待呢？相比较而言，我还是更希望和一些有正能量、聊得来的人交朋友。19号，为什么你先灭灯后提问？就他说的一个观点，我就特别不认同。
所以我就赶紧灭灯了。哪个观点？就是说，我认为人人都是平等的，没有说什么我想和优秀的人交朋友，就朋友之间可能没有互相利用的关系吧，这样我就觉得不纯粹了。3号，你好，男嘉宾，这边，就我很不认同那边女嘉宾的说法。我觉得交朋友是你的权利，你可以选择任何你想要交的朋友。只是说，我一开始比较好奇你对优秀的判定。我对于优秀的判定是有正事儿，但是如果说你的这一个朋友他会挑好多的时间，都要拉着你出来说一起喝个酒，哪里开什么 KTV， 就是在社会上瞎混。对对对。所以我很认同你，所以就是想帮你澄清一下，因为我觉得你那个话可能说了让人听起来不舒服，但是我觉得你肯定不是这么想。谢谢。那个片子里边，你说你要控制情绪的时候，实在不行就洗把冷水脸。我怎么看那个镜头有点害怕的？它的重点并不在于说洗把脸，它重点是让自己暂时的冷静冷静。但是我看他那样，我还是不怎么敢惹他。我自己掂量了一下，吴婷也在笑。你的笑就是说明我说的是有道理的，对不对？看下一条。半年前，我离开了北京，因为我爱上了一个女孩，但对她来说，她可能并不知道这个完整的故事。那时我还是个健身教练，每天来来往往的客人很多。有一天，我遇见了一位很特别的女孩，她专注健身，很少自拍。健完身，我们会经常约着一起去吃小龙虾。她经常会抢着买单。在聊天中，我才知道她是一个事业成功的独立女性，真诚、直爽，不矫情。在我以往的感情中，我遇见的女生都不够真实。我一度以为女生都是如此，直到她的出现，我才明白，我只是没有遇见对的人。可能从那时起，我对她产生了好感。熟悉之后，你第一次对我说了很多心里话。原来我们一样，都厌倦应酬，不同的是，你没得选，你要为了生活去做一些自己不喜欢的事。从你的眼神里，我看懂了，你需要的是安全感。那一刻，我忽然明白，我和大多数人一样，能给你的只是一段时间的安慰。也就在那时，我决定，我要给你一辈子的幸福。可是，我凭什么给你幸福？半年前，我告别了那个女孩，回到家乡开始创业。我必须要让自己成为那个唯一能给她安全感的人。我时常会想起她，偶尔也会向她请教创业经验。不久，我的事业步入正轨，也是时候回北京告诉她一切了。而我却得知她上《非诚勿扰》了。我知道《非诚勿扰》是个充满爱的地方，既然你在，我就一定要来，能在这里对你表白，或许这会是我们最美好的时刻吧。今天我回来就是想告诉你，吴婷，做我的女朋友吧。我不得已和你在一起，我们之间有太多回忆，爱上了你没什么道理。我知道你喜欢旅行，我已经准备好行囊，随时和你出发，也准备好了你爱吃的小龙虾。不过这次我想帮你剥一次虾皮。我比你小10岁，但我正在成为一个成熟的男人。现在的我有能力保护你了，你可以对这世界上一切你不想做的事大声说不，因为我在你身后，你只要一个转身，我就是你的依靠。这就是我们完整的故事，但或许也是故事的序幕。
接下来的路，你愿意和我一起走吗？可不可以和我在一起？我们之间有太多回忆，爱上了你，没什么道理，只是刚好情窦初开遇到你。不希望我的未来不是你。那个片子的最后一句话是：“你愿意跟我一起走吗？”这帮妹子一块儿说愿意。我想问吴婷，你知道他为你来吗？他跟我说他想过来溜达一圈儿，我不知道跟我有什么关系。就是他的表述是他想来《非诚勿扰》参与一下，他想感受一下《非诚勿扰》。我们认识的时候，那个是多长时间？2年前？1年前，1年前。认识的时候，你对他的印象，说那片子里边说的是，你一直没有勇气跟他说。我一直没有勇气跟他表白。但是你对他和对别的女生不一样，你觉得他会有感觉吗？是这样的，就是平心而论啊，我觉得吴婷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人。我觉得在她的世界里面，可能有太多的男孩子就是喜欢她，就可能我在那个时候只敢在背后看着她。到现在，我有勇气，或者说我有底气，我来，我为了你来，我想要站在你身边。可不可以和我在一起？我们之间有过回忆，爱上了你，没什么道理，只是刚好情窦初开遇到你。不希望我的未来不是你创业跟吴婷有关系吗？有的，就是我之前的时候，我从吴婷的朋友圈都能看到，吴婷是一个每个夏天都有一个英雄式冒险的梦的人。吴婷她很喜欢旅行，但是对于那个时候的我来说，我是一个健身教练嘛，首先我是想要和她一起去旅行，但是对于那个时候的我来说，每一次旅行都是请假。我的老板给我1个假期或者是2个假期，但是他总不可能时时刻刻给我假期吧，所以我为了爱情去选择回到我的家乡，自己去获得面包。你把他从上我们节目的那个视频大概都看了一遍吧？对，就是不能说都，因为有些时候就是我怕我一不小心看到他走了。不叫走了，叫牵手了啊！对，牵手。对，我怕我心里面会这个难受吧，也是。吴婷发表一下获奖感言。我没想到在这个台上我还有机会发表获奖感言。哎呦，有点乱，稍等。其实我在这个台上这么久了，我一直在等一个什么样的男孩呢？就是吃得了苦，享得了福，担得住事儿的纯爷们儿。这是我最想要的这样的一个男子汉。我认识朱镕基这么久了，其实他身上有这样的特点，所以我们才能成为朋友。但是我没有这个勇气，也没有这个自信，也没有想到，你走了这么远累吗？你走了这么远累吗？想见你，只想见你，未来过去，我只想见你。虽然说路走了很远，那你愿意为我而来吗？既然你那么辛苦走到我面前，剩下的路我来走。带我走到遥远的以后，带走我，就算我的爱你的自由都将成为泡沫。我不怕。既然你那么辛苦走到我面前，剩下的路我来走。
我叫祝鸿基，今年25岁。今天我回来就是想告诉你，吴婷，接下来的路，你愿意和我一起走吗？可不可以和你在一起？我们之间有太多回忆，爱上了你没什么道理，只是刚好情窦初开遇到你，不希望我的未来就是我准备了2样礼物，这一个呢是我准备了一个攻略，打开来展示一下。呀，因为我想要带他一起去灵芝看桃花嘛，然后这有很多的准备，因为哪个女孩子不想要成为一个无忧无虑的小公主呢？我愿意制定好所有的行程，你只需要开心，你只需要玩就好。然后还有一份礼物，我也要想亲手的交给吴婷。这么快吗？这快进了这。对，这是我亲手为吴婷做的一份小惊喜啊。给大家看一下啊，也是在这个时候。好。好，开票给。Hello， 吴婷。当我决定来这个节目的时候，我就准备要亲手送一件礼物给你。我想了很久，我准备自己制作这样的一个礼物，是一个大大的惊喜。好了，不说了，我准备努力去做它了，我会加油的。今天是已经制作的第8天了，我想的太简单了。我本来以为我只需要用8个小时就可以完成它的，没想到第8天我才只完成了2/3。我会继续努力的，争取早日完成它。今天终于完成了，这是我第1次亲手为女孩子做礼物，这也是我觉得最美的礼物，希望你会喜欢。这上面有13140颗钉子，这是我一点一点自己按上去的。就真的就是毫不夸张的说，按这个书画的时候，确实是手磨的就是很疼，我感觉有的时候手都肿了，知道吗？看看，看看。这是一个有纪念意义的钉子啊，它在吴婷的这个无名指上有一个，我特意留了一个小红心，中间缺少了一颗，是戒指。剩下的那一颗，我想让吴婷亲手的按下去这颗钉子。最后一颗，哇！
想见你，只想见你，围绕过去，我只想见你。穿越了千个万个时间线里，人海里相依，用尽了逻辑心机。谢谢孟非老师，谢谢黄来老师，谢谢郑薇老师，也谢谢我所有的姐妹们，也希望在未来的日子里，大家都能找到自己的幸福。再见。恭喜你们！谢谢老师替我守候了吴婷这么久，感谢。有伴在有的疯狂，我愿意伸手参演。我们的故事都有了网，我的情节要发展，不要放弃，因为有一天缘分会。有请下一位男嘉宾。Change your feeling, some rock says. Change your feeling, some rock says. Change your feeling, feeling. 大家好，3位老师好，各位女嘉宾好，我是王一卓，今年26岁，来自上海，谢谢。来选你的心动女生。爱之请回答。你的第一个问题是？我希望和另一半一起去加勒比海开启飞行模式。花开有时，不负期待。非诚勿扰，马上回来。非诚勿扰，现在继续。爱之请回答。你的第一个问题是？我希望和另一半一起去加勒比海开启飞行模式。加勒比海就是海盗出没的那个地方。要去跟他去飞加勒比海吗？不是，就是把手机变成飞行模式，就再也不要跟外界联系了，只有我们两个。你就到了加勒比海，你不开飞行模式，有没有信号都两说。就是我在留学期间，其实身边好多朋友都有去那边玩，比如古巴、哈瓦那、坎昆之类的。就在那边的确是经常会没有网的，然后安全性的话，我们基本上可以保证，因为会成团去或者2个人一起去，不一定要去出航。对。那些加勒比海国家里边，你最期待去的是哪一个？刚才你说到了古巴，是吗？我还是希望去坎昆，因为那里有蓝色的海洋可以潜水。刘畅。嘉宾你好，我想问一下，因为我是一个比较胆小的人，不是很喜欢冒险。就是我陪你去了那边的附近，然后我在酒店待着，你自己去的话，这样你能接受吗？我在酒店等你回来，希望你最好能回来。基本上除了酒店都是没有网的。如果你忍心让我自己一个人走丢了怎么办呢？好吧，那你自己去吧。我太难了。第二个问题，我不希望对方在和朋友聚会的时候把我撇在一边。你以前经常被撇在一边？我前任他在跟朋友聚会的时候，会让我在楼下的咖啡厅坐着等他，我等了1个中午。后来呢？他有没有把你领走？他结束的时候的确跟我下午去玩了，但是我还是希望能跟对方的朋友打成一团，至少把我介绍给他们。一个感觉不被认可的宝宝。2号。
我想问一下男嘉宾，就是您指的把你撇开一边是，就是我一定要聚会的时候带你去，还是说我在聚会的过程当中你发微信，或者是你问我的情况我没有回你，你指的是哪一个方面？我指的就是他不是特别情愿把我介绍给他的朋友和家人。那如果就是你知道我和我的朋友一起出去玩，然后里边所有的人你也都认识，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也外事有交代，这种情况你会怎么想呢？如果是次数少可以，但是我前任他是经常不会把我带去他的局里面，但是平时的话跟我关系还是蛮好的，可能他不好意思把我介绍。一般来说，这种情况只有3种原因。第一，那些局上有他不想让你见到和认识的人。第二，觉得你不太拿得出手。原因之3，他觉得你还可以，但是你们俩目前的关系，他暂时还不想让那么多人确认你们的关系。这3种可能性，你觉得哪一种最大？如果都不是，选项 D 是什么？我觉得基本上可以确定是第3点。因为当时的话，我还是在刚回国的一个状态，没有工作。然后他可能觉得需要我找到一个非常好的工作之后，再把我介绍给他的家人和他的一个所有圈子，还是比较谨慎的一个女生。这就合理了。来，看第一条片子。无法改变生命长度，就拓展生命宽度。我是王一卓。海外名校统计专业硕士毕业，现就职于世界4大会计师事务所之一，担任数据分析师。认真、高效、沟通是我的职场法则。工作干得漂亮，生活也要玩得开心。社交账号分工作号和私人号，同事和我的生活不会有太多交集。我需要自己的空间，展现真我，释放真性情。走，带你们耍耍。我是重度游乐园爱好者。这里是我的精神乐园，可以尽情撒欢，最喜欢刺激类项目。天哪！啊！最刺激的项目一定要玩2、3遍才过瘾。游乐园的幸福不能用时间来衡量，我会为了玩一个项目排3、4个小时队，等待会让乐趣无限延长。穿贴合游乐主题的情侣装，戴可爱的头饰，为你拍美美哒照片。我希望和你玩遍整个游乐园。爱情千万不能端着，撒欢越尽兴，爱情越牢固。我希望和你看一场烟花，当烟花在天空绚烂绽放的那一刻，有人想到的是节日，是童话，是爱情。你想到的会是什么呢？喜欢玩游乐场的这种女生举手看一看。一半儿。哎呀，我发现对这个东西啊，要么就特别喜欢这种，要么就坚决不玩，很少有那种玩也行，不玩也行。你就是重度爱好者，要排3个小时队，上去刺激90秒。哎，我想问个问题，你这是一个人自己去都可以玩的吗？我有自己玩过，但是排了很长的队也是很尽兴的。哦，他是自己一个人也能玩得起来的那种。但是还是比较偏向于跟朋友或者是另一半一起去玩。春楠，你好，因为我是特别不喜欢玩，但我之前玩过，就因为我体验过之后，我就再也不想体验了。就是之前在游乐园玩过那是跳楼机是吗？就直上直下的。然后我下来的时候，我这个手指头都抠破在我的肉里了。就有可能是被吓的，然后我也觉得可能肉体上的痛应该可以战胜过心里的这种害怕，所以我就再也不想体验，真的太痛苦了。宋方瑞，
一次我玩了一个过山车，其实那个过山车就是平常刺激一点的，我都能接受。但是当时那过山车我坐的是最后一排，它那个座位稍微有点松的那种。之后我坐下来下来之后腿就软了。那个座位还有特别松的呀？有，真的是不是有那种特别胖或者特别瘦小的不让玩？有没有这种？有的很多项目都有上下限，身高和体重的一个身高体重它有个规定的。是的。作为这种类型游乐的重度爱好者，你对未来另一半能不能和你一块儿去玩这个有没有要求？我觉得不是一个必要的要求。如果对方对就是特别刺激的不是那么感兴趣的话，我也可以跟他去那里拍拍照、打打卡也是可以的。玩一些夕阳红的游戏啊，比如说麻将啊，去游乐园下象棋。对，咱们不要看。23号。男嘉宾你好，我看到 VCR 里面就是你很喜欢乐园呀，然后很童真的东西，所以我想说，那您是不是在恋爱当中也会是比较追求那种童话般的恋爱？其实我追求向往的并不是童话般的生活，我爱玩游乐园，是我比较追求刺激，然后比较爱拍照，比较有关系。这个童话般的这种爱情啊，它不是过山车，应该是摩天轮，那看上去场面比较浪漫。这个就是小朋友刺激好玩。刚才你这个片子里边谈论了一个话题，就是工作和生活当中的平衡的问题，你有什么心得要现场跟大家分享一下吗？我在工作和生活当中是有2个号的。在工作的时候特别认真的工作，把工作都干到一个比较高的标准。然后在生活当中的话，就是一个自己另外的一面，只有自己的朋友还有自己亲近的人才会看到。下一条。爱情就像阿妹喜欢的凤梨罐头，每一罐都有赏味期。初恋是大学同学，我们每天黏在一起。约食堂，约自习，周末还约周边旅行，生活中只剩下彼此。慢慢的，激情褪去，爱情过了赏味期，更多的成为一种陪伴。我们都觉得未来没有任何在一起的可能，哭着商量好，现在好好在一起，毕业就分手。没想到没熬到毕业，我们就分开了。爱情里如何保持长久的互相吸引呢？两人相处，一起制造惊喜和浪漫，更重要的是包容彼此的生活习惯。曾经谈过一个优秀的女孩，但她从来没有肯定过我，经常抱怨刚回国的我没有找到工作。她有点强迫症，室内摆放要按照她的想法来，家里一定不能存放垃圾，夏天的空调一定要开到27度。如果达不到他的要求，就会发脾气。但生活本身就很复杂，什么事都要有要求，真的太累了。我们分手了。我希望未来的他善解人意，不要太作。2个人在一起要有彼此的空间，适当保持神秘感很重要。我想起前不久有一个男嘉宾，条件各方面都挺好的，死于空调温度。有个女嘉宾问：“那夏天你空调你打多少度合适？”我打18度。说完这个18度，2秒钟，所有的灯一盏不剩了。我说这个话的意思是，女生对空调的温度比你能不能吃辣、能不能吃羊肉这个事可能还要在意，因为这个东西啊比吃在一起重要的多。对呀。你能接受的空调温度是？你好好回答。哎，我能接受的是对方的空调温度，对方的空调温度。厉害厉害，说着10几盏灯想亮回来。杨以娜。
您好，男嘉宾，我想问您一下，就是您 VCR 里提到2遍赏味期这个词是怎么定义的呢？就是2个人相处在恋爱的过程当中，就这个赏味期大概是多久呢？在您的这个定义里边。花开有时，不负期待。非诚勿扰，马上回来。非诚勿扰，现在继续。杨怡娜。您好，男嘉宾，我想问您一下，就是您 VCR 里提到2遍赏味期这个词是怎么定义的呢？就是2个人相处在恋爱的过程当中，就这个赏味期大概是多久呢？在您的这个定义里边。在我看来，其实赏味期它没有一个比较规规矩矩的定义，就是可以举2个例子嘛，一个是当你等对方约会等30分钟，你却不会就是有什么情绪上的不舒服的时候，其实赏味期还在。但是如果对方不回你消息，然后过了半天，假如说你心里也不会有什么波动的话，那就感觉赏味期已经过了，这是我一个小判断了。那你怎么维持2个人在恋爱中就是比较热情的这样一个状态呢？我觉得就要会制造一些惊喜，然后就是说会去约会，会去一些不同的地方，然后也会体谅对方、信任对方，这些都是比较重要的。4号。男嘉宾，其实我特别想问，你在第一个问题里说，你希望你的女朋友可以带你进入她的圈子，然后你在上一段短片中又说，你希望2个人之间互相保持神秘感，不要太干涉对方的生活，这样不会有点矛盾吗？这个在某种意义上来讲，不是特别矛盾。干涉对方的生活指的就是，要保留一点点的神秘感，但是并不影响让他融入到自己的圈子里。其实呢，我理解他用“赏味期”这个词，这个词儿大约就是在这个时间段吃口味最好，但是过了这个时间还是能吃的，它就会打折。但是呢，放在我们的情感关系当中呢，有那么一点儿就是经不住推敲。陈明，你觉得呢？肯定的，因为它就是大脑中分泌的化学物质不一样，而且它是一个客观规律，都有这个很清晰的时间轨迹图。初期的话会分泌多巴胺，包括苯基乙胺这些，你刚才所谓激情的部分，但是都有时间。如果这有一个包装袋的话，多巴胺的时间3个月左右，苯基乙胺大概高峰期在2年。这2个一结合，基本上就是那个热恋的时间，就你看着他会心跳脸红一个时间，然后你看着他会很坚定是一个时间，但就过去了。过去了之后就变成内啡肽、催产素，这些代表着安宁、祥和、稳定的情绪，它是另一种亲密关系的层次，所以不同的赏味期限是有不同的赏味方式。爱情在不同的阶段会有不同的美好，但是你还年轻嘛，所以慢慢来，没关系。谢谢大家。是不是你陪我到最后，曾一起走，却走失那路口，感谢那是你。谢谢大家收看今天的《非诚勿扰》，下期同一时间再见。往前一步是幸福，退后一步是孤独。在原地不动是为了看得更明白，爱情不能付清付出。往前一步是幸福，退后一步是孤独。在纷纷扰扰之间，我明亮了双目，超能与我相爱的人一起到老。